下周印尼庆祝75周年独立。印尼曾经是荷兰以及日本殖民地。今天我们会带各位到一家充满历史的咖啡厅，介绍一些关于我国的历史。我国印度尼西亚名称的来源。印尼是什么时候独立的？印尼华侨在战争时候到底有什么贡献？让我们边喝咖啡边解释给你们听。Let's go！ Hello， 嗨，我是小小，他是肥哥。Hello， 我们住在美丽的印尼，让我们告诉你华人在印尼的日常生活。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订阅，喜欢的话点个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朋友看哦。印尼被荷兰殖民超过350年。荷兰开发了棉兰市，是因为这个地区是种植园中心。在这个城市还可以看到许多荷兰殖民留下来的建筑物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。嗨，各位朋友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这是我们第4集的中文版视频。那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？这个以前是棉兰的市政府市政厅。市政厅，我们为什么可以在市政厅喝咖啡呢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厉害？刚才我说这个以前吧，这个地方蛮有历史的从荷兰殖民时候，这个地方已经是市政厅了，到印尼独立之后呢，还是市政厅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这个地方呢，以前是市政厅，那现在已经改型了，变成一家5星级的饭店在棉兰。那我们现在坐的位置呢，是一家咖啡厅，就是5星级饭店里面的一家咖啡厅来用咖啡哦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印尼的历史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呢，就是印度尼西亚、印尼这一个名称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是几时开始有这一个名称呢？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出现之前，印尼被称为东印度群岛。这个名字是由15世纪的葡萄牙探险家 Vasco da Gama 给的，他发现了这些群岛。在1850年，2位英国人 James 和 George 在一本杂志上第一次将这个地方称为印度尼西亚。那我们从1850年呢，我们就往前走到1928年。1928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发生在1928年，那是跟年轻人有关系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一般年轻人，他们同意了开一个会，在雅加达，1928年10月28号，在荷兰殖民主义统治下，印尼人无权发表意见。1928年，在一名华侨的家里，青年聚集举行大会，并设定了3个重要点：只承认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，只承认一个民主印度尼西亚民主，尊重统一的语言印度尼西亚民语。从1928年呢，一直往前走，那到了1942年，日本赢了战争，在许多亚洲国家，包括印尼，荷兰被迫从印尼撤军。印尼直到1945年成为日本殖民地。1945年，日本在第2次世界战中失败，被迫退出印尼。印尼2位很重要的领导人就马上拿这个机会，立刻宣布印尼独立。那这2位很重要的人物是谁呢？他们就是现在呢，在印尼的钞票10万印尼最大的钞票，苏卡诺总统和哈达副总统，这2位苏卡诺、哈达，他们就趁机用那个机会宣布印尼独立。Proklamasi kami bangsa Indonesia dengan ini
menyatakan kemerdekaan Indonesia。印尼独立以后呢，还是要面对战争，当时要面对革命战争。革命战争当中呢，出现了一位人物，这一位人物很重要，也对于我们华侨很重要，因为是我们华侨的风光。他其实跟我同姓，他姓李，他叫做李约翰。为李风光哦。李约翰是印尼革命期间的一位海军上将。1947年，他被派往护送船，这些船从印尼走私产品，以资助印尼战争。他也偷运武器到印尼。在2009年11月10日的印尼英雄节，他被升为印尼国家英雄。印尼政府在2014年将一艘印尼战船名为 John Lee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为止，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印尼的历史。那如果说各位朋友有意见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下一次我们会跟大家解释更多关于印尼的历史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